如果你在海里发现成群的花螺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因为这些花螺能让你带来不少的财富来源。对于以赶海为生的渔民来说，遇到这种现象自然不会错过。奈何带来的网袋并不能把他们一窝端，这样的机遇可遇而不可求。毕竟这些海螺能为他们实现财富自由。越南老表库里拉和他的兄弟开着破旧的船只，向着远处的海洋驶去。每次出海都要做足准备，毕竟以赶海为生，也想在海里捞到人生中第一桶金。一卷卷的是塑料导管，是为他们潜水提供氧气的装备。来到特定的海域，戴好眼镜，口含软管就直接跳下水。这次他们赶海的目的是捡海螺和贝壳。这片海域深度大约在15米，手臂上还挂着网袋，方便他们收集捡回来的海螺和贝壳。在附近已经有好几位兄弟正在忙碌着收集海螺，但并不是每次潜下水就立马发现海螺壳或者贝壳，沿着海底不断的寻找，发现有坑洼的地方就有海螺的存在。不过挖出来的海螺竟然是空壳。在15米深的海底寻找海螺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仅要承受强大的水压，如果时间长了也会得减压病。为了获得更多的鱼类资源，他们也会在海底里安置地笼。爬进地笼里的很多都是寄居蟹，如果不仔细看，还以为是海螺长了脚，有时还会抓到皮皮虾。隐藏在沙土之中的袋子也无法逃过库里拉的火眼金睛，手上的倒钩能轻易将埋藏在沙土之中的袋子勾出来。巴掌大的袋子，价格虽然不贵，但也要15块左右一枚。但这里的袋子让他们捡到手软。隐藏在洞穴里面的螳螂虾成为这里贝类的天敌，会移动的海螺自然不会错过。寄居在贝壳内的八爪鱼被库里拉一手抓了个现行，海底到处都是值钱好货，只要能为他们带来财富都不会放过。以为隐藏的毫无破绽的扇贝也被库里拉挖了出来。下水10几分钟不到，自己的兄弟也捡满了一大袋袋子，当然库里拉也收获不少。收集回来的贝壳通过绳索将其拖到船上，每次下水工作都不能超过30分钟。再次沉下水时就要去到另外一片海域，这片海域出现了大量的贝壳碎块，藏在泥土之中的花螺被库里拉挖了出来，而且还在相邻不远处挖到了另外一枚花螺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刚走出没几步，前方又发现隐藏在泥土之中的花螺，而这里的袋子也有不少。花螺并没有暴露在海底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也预示着花螺的老巢就在附近。单单袋子就为库里拉带来了不少的收益。接着一枚花螺直接暴露在泥土上方，库里拉并没有打扰他，反而观察他行走的方向。感受到危险的花螺开始钻进泥土里，当然库里拉并没有给他逃跑机会。接着前方又发现一枚花螺，此时网袋里已经收获了10几枚。船上的人员对捞上来的贝类进行分类，袋子的数量非常多，不同的贝类价格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必须进行分类，这样方便他们售卖。通过讨海螺的姿势就能看出库里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赶海人，抖动的手能将泥沙里的海螺精准掏出来，从他抖动的手就知道他是一位老司机了。掏出来又是一枚大海蛏，而且巴掌大的袋子轻易的被他勾了出来。前方竟然发现大量的花螺，看到这么多的花螺，库里拉他们并没有着急收集，而是被这样的场景惊呆了。一向见过世面的库里拉并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，反而对成群花螺的出现起了好奇心，内心想：难道花螺也有泛滥成灾的现象？成千上万枚花螺遍布整个海底，这种现象是每位渔民梦寐以求的。毕竟这些都能为他们带来财富来源，当然相对他们之前收获到的海螺和贝壳还是相对比较渺小的。随着镜头不断的慢慢延伸，此时的库里拉已经无法压抑住他激动的心情。这种现象可能只会出现在养殖花螺的场地，在海底里出现这种现象是极其少见的，这种机遇可遇而不可求。耐不住寂寞的库里拉直接上手捡螺，在数量的加持下，库里拉捡螺的速度也加快了。花螺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收入囊中，这样的情形自然少不了叫兄弟们过来帮忙。在船上工作的兄弟也开始下水帮忙。这次意外发现花螺的老巢也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的财富来源，而这次出海可能是他们收获最多的一次。